政府近年提倡發展公共房屋，縮短公屋嘅輪候時間，要積極解決房屋問題。除咗不惜工本去發展5年期嘅簡約公屋之外，喺新發展區亦都刻意將公私營房屋嘅比例定為7:3比，即係7成公屋同3成嘅私樓。今日嚟到屯門54區，集中講新落成嘅公共房屋同埋私人住宅項目，佢哋嘅生活配套。54區入邊嘅私人住宅項目就係新地發展嘅 Novoland 啦。Novoland 雖然係由農地改劃而嚟，但係54區入邊嘅住宅發展比例卻同政府嘅房屋政策不謀而合，而且 Novoland 銷情暢旺，證明就算私人住宅喺公屋旁邊都唔一定影響銷情啦。呢一個看似係政府眼中擁有完善房屋規劃比例嘅地區，佢嘅生活配套又能唔能夠取得平衡呢？新地收購54區嘅農地多年，最終發展成為 Novoland 項目。雖然仍然有部分嘅土地因為業權原因未能夠收購，新地最終以合共70億元嘅補地價改劃土地同發展，每平方尺嘅尺價只係2000幾蚊啫。Novoland 分6期發展，提供4600個單位，規模絕對唔細。雖然 Novoland 賣樓嘅時候強調項目鄰近兆康站，揸車只係需要2分15秒，實際上其實要行10幾分鐘。Novoland 嘅位置毗鄰公共房屋青田村，街坊一般都會搭巴士嘅，去到兆康站啦，或者去到屯門市中心一帶。配套上面 Novoland 將會設有基座商場 Novo Walk， 面積5萬平方尺，總共有40間鋪，以地鋪為主。近年新地喺新界西北嘅項目似乎都偏好以地鋪為主嘅商場，例如屯門南嘅愉海灣啦，以及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Park 嘅基座商場 Wetland Seasons Lane 咁。佢嘅優點就係啲商鋪會較為開揚啦，不過落雨就有啲麻煩啦。根據新地喺2月發佈嘅新聞稿透露， Novo Walk 嘅店鋪組合以民生商戶為主，包括萬寧啦、譚仔、便利店同麥當勞等等。另外亦都會開設幼稚園同一田超市嘅。喺舊年新地曾經公佈過會由 Marketplace 預租 Novo Walk， 不過同係惠康最終成功喺青田商場插旗，好大機會因此而放棄承租 Novo Walk，結果由自家嘅一田頂上。Novo Walk位於 Novoland 2期嘅地下，而2期住宅嘅關鍵日期係喺明年5月，相信商場就唔會早過明年5月開幕啦。雖然發展商話會喺1期入伙之後為住戶提供穿梭巴士去到屯門市中心嘅 V-City， 但係只係喺週末行駛，安排唔算理想，亦都反映近年私人住宅項目都好困難去申請一條獨立嘅村巴線嘅。Novoland 1期預計喺今年6月就會交樓啦，到時住戶可能就要先用住公屋嘅配套設施頂住先。先睇下 Novoland 旁邊嘅青田商場啊。青田商場顧名思義就係青田村嘅基座商場啦，面積只係得2萬幾平方尺，有18間鋪。根據房署嘅資料，商場嘅鋪頭分類包括有快餐店啦、餐廳、超市、便利店、診所同埋其他嘅零售服務行業。而我當日所見，麵包鋪啦、藥房、萬寧同惠康都已經營業緊㗎啦，不過餐廳都未見嘅。18間鋪係咪夠青田村同 Novoland 1期居民嘅需要呢？就尚待觀察啦。而備受爭議嘅簡約公屋項目54區都有份。根據政府資料，喺青田村旁邊，面積約2.6公頃嘅土地都會用做興建簡約公屋，提供5000幾個單位，意味未來2年區內將會再有近萬人預備搬入區內，到時區內嘅配套相信會更加緊張。至於和田村，同樣都設有面積2萬幾平方尺嘅和田商場，有18個鋪位。不過同青田商場唔同，和田商場就唔係淨係得地鋪啦，而係2層嘅商場嚟嘅。行入和田商場，一啲基本民生配套，例如快餐店啦、茶餐廳、麵包鋪、便利店同藥房都已經營業緊啦。
而華潤旗下嘅 U 購亦都已經喺3月中開幕。至於居民關心嘅街市，由於房署當初設計和田商場嘅時候並冇預留街市嘅位置啦，而家就因為要滿足居民嘅訴求，而將幾個商鋪合併改裝成為街市，同埋揾嚟單一營辦商營運。呢個又衍生另一個難以理解嘅問題啦。和田、青田、欣田3條村合共超過3萬嘅人口，但係只係喺欣田村商場先有街市，規劃實在令人費解。至於有唔少街坊盼望嘅市政大樓，最終嘅希望都落空。54區原本預留做學校嘅4A 東號用地，以及預留做體育館同社區會堂4A 西號用地，呢兩塊土地都會改為興建簡約公屋，意味54區同啟德一樣喺配套資源緊絀之下，仲要面臨人口爆炸添。本來喺屯門54區嘅規劃入邊，連同今日冇介紹嘅欣田村，公共房屋同私人房屋嘅單位供應比例係 75% 同 25%， 同政府近年提倡嘅7:3比房屋政策相若。不過政府以積極解決房屋問題為由而推出嘅簡約公屋方案，卻即時推高區內嘅人口密度。到 Novoland 同簡約公屋全數單位落成之後，54區嘅公共房屋同私人房屋嘅比例就去到8:2比，區內嘅配套將會嚴重失衡。與其依賴政府規劃，有私人發展商就希望攞規劃嘅主導權啦。詳細向城規會申請，建議將佢同太古收購返嚟嘅青衣聯合船澳地皮同毗鄰嘅政府土地一併發展，仲巧妙咁運用政府嘅公私營房屋發展7:3比例做規劃。用地經過平整之後，可以興建4000多伙公營房屋啦，同埋過萬伙嘅私人住宅單位。乍眼睇詳細嘅規劃，除咗喺私人住宅同公共房屋都有預留配套設施之外，仲預留位置發展遊艇俱樂部。佢嘅規劃明顯更加具特色同前瞻性。長實近年改劃嘅往績好壞參半，例如喺2021年尾向城規會申請改劃火炭工業區做住宅用途，去到今年2月仍然就環境評估同其他影響評估作出修訂。而長實早前同城規會申請改劃馬鞍山海晴軒以及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做住宅，雖然兩個申請都已經獲批，但係相信長實喺而家嘅市況之下就冇任何推售嘅動作啦。不過青衣項目仲有另一個程咬金，就係政府計劃興建被譽為第2條青馬大橋嘅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相關工程就係長實項目嘅用地所在嘅地方。我好似越講越遠咁喎。不過以目前政府嘅取態，尤其係房屋同土地政策不斷改變，似乎計劃再周長都敵唔過變化。你又會唔會考慮搬入54區住呢？留言話我知啊。